还养了只蝎子当宠物。这天，他正牵着心爱的小蝎子在街上散步，却被几个男孩突然围住。在他们看来，只有怪胎才会把蝎子当宠物。他们将女孩死死摁住，逼她亲眼看着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被自行车碾个粉碎。伤透了心的女孩将小蝎子埋葬，流干了人生最后一滴泪。她在心中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哭了。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长大后的星期三成了个绝不好惹的狠人。得知弟弟被欺负后，他直接拎着2袋食人鱼扔进了泳池，让欺负弟弟的人瞬间少了块肉。星期三也因此被学校开除。无奈之下，父母只好将他送到了这个专门接纳异类的学校。可刚到学校，星期三就被人盯上了。男同学罗文先是试图用雕像砸死他，在被星期三侥幸躲过后，罗文又设计将他堵在了小树林，企图用意念杀死他。原来罗文的母亲是个强大的先知，25年前他曾画过一幅画，死前他嘱咐罗文，如果画中的女孩来到奈福莫尔学院，一定要杀掉她，因为她会毁掉整个学院和学院里所有的人。而画中的女孩正是星期三。就在星期三即将被罗文杀死时，一头怪兽突然窜出来救了他，而罗文则被怪兽开膛破肚而死。星期三果断报了警，可警察搜寻了一晚上，也没找到罗文的尸体。更诡异的是，第二天，罗文竟毫发无损地出现在了学校。这下所有人都认为星期三是在撒谎博关注，包括他的心理医生。星期三郁闷至极，是自己疯了，还是另有隐情？再次看向罗文留下那张画时，右上角一个神秘的图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想求助校长，可校长却说罗文的死是星期三的幻象。星期三的母亲年轻时也经历过，而幻象极其不可靠，还很危险。现在罗文已经退学，此事翻篇了。星期三感觉更不对劲了，之前还好好的，怎么刚出事就退学了？他拦下正要离开的罗文，想要问个明白，可罗文却态度恶劣，拒绝交流。无奈之下，星期三只好安排小手藏在车尾，一路尾随罗文来到火车站。可跟着，小手突然被一块口香糖粘住，拖慢了速度。视线中的罗文走进了不远处的卫生间，但小手预想不到的是，走出厕所的罗文摇身一变成了中年大叔。姗姗来迟的小手自然没能认出他来。就在小手满卫生间寻找罗文时，中年大叔摇身一变竟变成了校长。 How do you lose him in a bathroom with no windows? A lefty wouldn't have failed me. Don't sulk. 罗文线索中断后，星期三想要返回案发现场，看看有什么遗漏的线索。可校长最近看他看得很紧，星期三只好求助室友小狼女，让她在蜂巢活动时顶替自己，好让自己抽身。可一向好说话的小狼女却拒绝了星期三，因为她察觉到星期三与小手的关系出现了裂痕。He feels like you don't respect him as a person. Well, technically, he's only a hand. Wednesday, he's your family, and he would do anything for you. Go apologize and I'll reconsider helping you. 无奈之下，星期三只好回宿舍找小手道歉。此时的小手正百无聊赖地翻着杂志，边生闷气边摆烂呢。 I snapped at you. I'll check my tone in the future. Now chop chop before all our leads turn cold. 可星期三生硬的道歉根本无法让小手原谅。 What is it that you want? Hand cream, nail buffer, new cuticle scissors. Consider it done. 发完脾气后，小手示意星期三坐在身旁。原来小手生气的真正原因是他发现星期三在吩咐自己做事的同时，还有事情瞒着自己，这让将星期三视为家人的他很受伤。了解到对方的心意后，星期三只好掏出罗文那张画告诉小手，罗文所说他将毁掉整个学校的预言，让他感到深深的恐怖，所以他必须查明真相。小手轻拍星期三手掌表示安慰，两人冰释前嫌。小狼女也遵守约定，顶着对蜜蜂的恐惧充当星期三的替身。回到案发现场后，星期三在树丛中发现了罗文遗落的眼镜，触碰眼镜的瞬间，幻象再次袭来。他看到罗文通过意念操控石英砸向自己，以及罗文跟室友小帅激烈争吵，大打出手。最终线索再次回到了这本印有神秘图案的紫皮书。可星期三找遍了整个图书馆，也没找到紫皮书。就在这时，宿管员恰巧走进来，从宿管员口中得知，这是一个名叫夜影社的社团标志。只不过这个社团多年前就莫名解散了。星期三偷偷潜入罗文的宿舍，可依旧没找到那本紫皮书，却意外发现罗文的室友小帅竟偷偷地画了自己。就在这时，小帅突然回到宿舍，星期三赶紧藏进床底。紧接着海妖黑妹也来到宿舍，从两人的谈话中得知，他们之前是男女朋友，可分手后，小帅竟喜欢上了刚来不久的星期三。为了报复星期三，黑妹甚至将打击目标锁定在了他的室友小狼女身上。 I can't wait to crush Ophelia Hall tomorrow and watch her werewolf roommate crumble. It's gonna be a book up finale to remember. 星期三回到宿舍后，小狼女已经在崩溃边缘了。 Where have you been? I'm literally having a heart attack right now. 原来团队的杨子晚餐时不小心吃坏了肚子，不能参加比赛了。比赛将近却没了副手，小狼女崩溃极了。星期三淡定地安慰小狼女 You and I are going to take her down tomorrow. Wait, you're joining the Black Cats? You're willing to do that? For me? I want to humiliate Bianca so badly that the bitter taste of defeat burns in her throat. Yeah, but mostly you're doing it because we're friends, right? Tell me how she keeps winning.
听完小狼女对往期比赛的复述，星期三心中顿时有了主意。第二天，乖乖穿上小猫战服的星期三让小狼女很是惊喜。Only thing, where are your whiskers? Ask again and you'll be down to 8 lives. 参赛选手就位后，校长宣布了比赛规矩：每支队伍必须划船到乌鸦岛，从克莱斯通地穴中拔出一面旗子，然后迅速返回。第一个带着旗子冲过终点线的队伍将赢得奖杯，但在途中，所有选手都可以尽情地对对手搞破坏。如果船只中途被击沉，则视为淘汰。随着校长一声枪响，比赛正式开始，所有队伍奋力向前。紫色队伍率先使出阴招，就在星期三团队即将赶超之时，立即甩出斧头伏击。好在几人身手灵巧，轻松躲过。接着黑妹轻轻点头，岸边的同伴立即脱掉衣服跳入水中，凭借海妖高超的水性迅速追上紫色团队，推着对方的船只径直往障碍物上撞。很快，原本滑得最快的紫色团队惨遭淘汰。海妖团队兴高采烈，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星期三团队了。但星期三早已有所戒备，看到前方水里有异常，他迅速拿起望远镜，果然发现了水里的海妖。他吩咐小手做好准备，在海妖游到船下时，小手立即拨动开关，一张大网瞬间射出，一下将海妖给网了起来。抵达对岸后，星期三吩咐小狼女看守好船只，自己起身去取旗子。Thing, I need you to distract a couple of jokers. 两个小丑被调虎离山后，小狼女迅速伸出利爪。星期三刚取到旗子，奇怪的幻象再次出现。幻象里，一个跟她长相一模一样的金发女孩找到他。You were the key. 星期三有些莫名其妙。Taking a cat nap? 黑妹的嘲讽将星期三拉回现实，顾不上那么多。星期三赶紧拔腿往回赶。回城时，遥遥领先的小丑团队突然发现自己的船只漏水了。就这样，遥遥领先的小丑队惨遭淘汰。很快到了与海妖队决战的时刻，星期三拨动开关，船侧突然射出几支利箭，在要赶上海妖队时，被网住的海妖竟突然脱身，眼看船就要被推向障碍物，小手迅速出击，一摇一摆找到海妖，当头一棒将他瞬间打晕。星期三几人奋力滑行，迅速赶上了水妖，然后论腹黑，星期三才是王者。毫无疑问，星期三团队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校长热情地为团队颁发了奖杯，小狼女兴奋地又蹦又跳。星期三受不了这样的氛围，转身逃离人群，没想到却意外发现了夜影社图标。晚上趁着夜深人静，星期三再次来到这里一探究竟。根据铜像上的书本文字，星期三很快破解了密码。原来打2下手指就是密室的开关密码，而这个密室正是梦境里罗文取书的那个。在密室的墙上，星期三还看到了年轻时父母的照片，原来父母也曾是夜影社的成员。在书柜处，星期三发现有一处被翻动过的痕迹，取出书来一看，正是梦境里罗文拿的那本。星期三将书收进包里，正要离开。Luckily, I'm not afraid of the dark. 被揭开头套那一刻，星期三双手已经紧紧绑住。Who dares breach our inner sanctum? You can take the mask off, Bianca. 本以为会是些变态杀手，没曾想竟是自己这些幼稚的同学。星期三不禁失望透顶。Wait, I preferred you with it on. 从黑妹口中得知，他们隶属于精英社交俱乐部夜影社。可据星期三所知，夜影社早已解散。小帅解释说，自从30年前一个正常人类学生死亡，夜影社就被迫解散了。但在近几年，一些富有的同学又悄悄组织了起来，只要他们不惹是生非，校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小帅想要邀请星期三入社，因为星期三也算是后继者，可却遭到了黑妹的极力反对。Just because I beat you at your own game? Let me save you the trouble. I'm not interested in joining. You're seriously turning us down? Can you believe it? Untie her. I freed myself 5 minutes ago.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星期三扬长而去，临走前还不忘嘲讽众人。 It's amateurs like you who give kidnapping a bad name. 星期三将罗文撕下的话重新拼回书上，发现画面中不光有自己，还多了一名朝圣者。两人似乎是在决斗。第二天，学校迎来了1年1度的外联日。外联日这天，学生们会在小镇上免费做义工，以此促进异类和正常人类的融合。星期三将自己与朝圣者决斗的画拿给小帅看，从小帅口中得知，画中的朝圣者叫克莱斯通，是这个小镇的创始人。在小镇的朝圣者事件有诸多关于他的介绍。为了调查克莱斯通，星期三特意与室友小狼女交换了义工场所。To Pilgrim World! Witch trials! Every day! 2 o'clock! 4 o'clock! Amen! 老人这番介绍让星期三很反感，毕竟自己就出身于女巫家族。星期三被分配到了软糖屋，担任试吃招待员。为了尽快结束任务，抽身去调查克莱斯通，星期三再度开启了别具一格的奇葩暗黑模式。他宣称软糖是由受压迫的亚马逊原住民制成，而所有的收益都用来维持经过粉饰的可悲美国史。Hajiman interese. 一番介绍下来，围观群众没有一人试吃，纷纷转身离场，义工任务就这样结束了。星期三刚走出软糖屋，就瞥见一群朝圣者在欺凌同学小胖。星期三霸气上前，
Let him go. 朝圣者本想教训星期三，却被星期三一脚踢翻在地，还反手将其推上断头台，用他羞辱小胖的方式，狠狠地羞辱了他。星期三温柔地帮小胖清理了污秽。Nobody's ever stood up for me before. 在这之后，小胖心甘情愿地成了星期三的小弟。星期三让小胖在门外把风，自己则偷偷溜进了暂不对外开放的朝圣者集会所。在一张壁画中，星期三竟看到了梦境中那个金发女孩，而女孩的手里抱了一本跟梦境中一样的黑皮书，而下方的展柜里就放着那本书，可翻开一看，里面却是空白的。就在这时，管理员发现了他，从管理员口中得知，书的原件在上个月的女巫审判时被偷了，所以才放了本假的在这。而这里也不是最初的朝圣者集会所。星期三找到在镇上土生土长的泰勒，从泰勒那获取地址后，星期三迅速来到了这片遗址。看到此时的集会所破败不堪，星期三本来不抱什么希望了，可就在推门离开那一刻，幻象再次袭来。幻象中，人们正在集体讨伐一个女孩，而这女孩正是梦境中的金发女孩。从领头者克里斯通口中得知，金发女孩名叫古迪亚当斯，是星期三400年前的祖先。在克里斯通眼中，所有的异能者都十恶不赦，都该死。但古迪却反驳道，自己是无辜的，他的家族比克里斯通更先来到这里，一直以来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可克里斯通到来后，不仅侵占了他们的土地，还屠杀了很多无辜之人。You are the true monster, all of you! 克里斯通狠狠地还击，并将古迪扔进一个屋子。Till I've expunged this new world of every outcast, godless creatures. 说完，克里斯通将门死死锁住，并在屋外点燃了火把。古迪在人群中找到母亲，想救母亲离开，可母亲却说，屋里所有人都被牢牢锁在了地上，逃不掉的。母亲祈求古迪一定要逃出去，然后找到其他族人，拯救家族的未来。在母亲的期待下，古迪只好一个人逃了出去，而其他族人则全部葬身在了克里斯通的大火中。一阵浓烟之后， He won't stop until he's killed us all! He's here. There will be no escape for you. 从梦境中醒来后，现实中下起了倾盆大雨。星期三扒着门缝往外看时，袭击罗文那个怪物再次出现。这次怪物依旧没有伤害星期三，只是看了他一眼便转身离开。星期三连忙上前追赶，竟惊讶地发现怪物的脚印逐渐变成了人形，看来怪物是人变成的。回到小镇上，再次看见克里斯通的雕像，星期三觉得甚是碍眼。 I don't believe in heaven or hell, but I do believe in revenge. I usually serve it warm with a side of pain. 紧接着，雕像纪念活动开始了。就在所有人都忘情的欢庆时，小手悄悄点燃一根火柴，弹向了一旁的引线。随着引线迅速蔓延，雕像瞬间发生了爆炸，人群四散而逃。此时，校长突然注意到，偌大的广场上只有星期三泰然处之，并且小提琴拉得异常欢快。最终，雕像在熊熊大火中逐渐融化。校长大发雷霆，虽然没有证据，但他认定此事一定跟星期三脱不了关系。可星期三却信誓旦旦地发誓，这事儿不是他干的。的确，那是小手一手操办的，而他只是小提琴拉得欢快了点而已。校长没有证据，只好放星期三离开。之后，校长闷闷不乐地撕掉杂志上星期三母亲年轻时的报道，揉成一团后，泄愤般地丢入火中。回到宿舍后，室友小狼女愤愤地抱怨道 What kind of twisted psycho wants to sabotage such a life-affirming event? 星期三翻了翻白眼，不想接话。此时，在星期三白天去过的旧集会厅处，一名流浪汉突然遭到了怪兽的袭击。警方勘察现场后，发现了一台相机。从相机洗出的照片中，警长看到了怪兽的模糊真容。与此同时，尸检员打开停尸库，